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运线终于上破，下周美股延续看涨，英伟达继续上涨，周线止跌启动了。这里是中期底部行情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指数的一个分析。指数上，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观点，以及当前市场出现了连续阳线，但构成一个左侧的风险信号，我们就要设置一个移动的止盈或者说防守位。当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加仓买点。而后我们要把三大指数的趋势再次的去分析一下，在日线上，纳指、标普、道琼斯三大指数目前的一个情况大体过一遍。那么对于指数环境有所认识之后，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讲到个股解析，分别呢是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位、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N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如果您是今天才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有一个告知，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一些，所以有比较多的目录。那么阿哲视频的时长一般也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观看，所以也做了一个时间轴，您可以通过时间轴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不过第一部分希望大家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分析。今天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简单回顾一下之前的观点。在之前呢，我们讲过市场出现了一个高点降低的一个趋势压力线，那么这个压力线目前是被突破了，不过它是周五的时候才刚突破第一根。正常一个压力被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它的2天的一个变盘时间。当价格突破的第一天后，如果市场在下一根 K 线直接跌回来，那么说明突破是无效的。那如果突破之后的第二根出现了10日星移或者是冲高回落的阴线，那么这个也是要小心的。所以一般来讲，突破关键的趋势线之后，2天时间会见到一个是否会走弱的现象，如果走弱就要小心了。而当前这里其实虽然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确定看涨，但是它构成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看涨的条件，就是市场把之前的高点运线的高点给突破了。好，突破运线高点而没跌破运线低点，说明低点有支撑而高点压力被破，那么这里实际是构成一个看涨买入信号。当然这个看涨点是初步的，在下周再界定这个突破是否有效，因为它的实体阳线它只是略微的过去了，所以它又突破了一个趋势线的一个压力，又突破了一个运线的上沿压力。那么这里唯一要去判定的就是突破是否有效，但是买点已经能够形成初次的买入，初次的看涨。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去设置这个防守位置，怎么样去规避它是一个假突破？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叫三阳小顶。三阳小顶的这个结构是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的，那么在最近这2-3个月应该是首次分享。三阳小顶它其实是连阳时会出现，而后它所用到的一个环境是弱势反弹和震荡行情当中，而当前的指数其实就是一种震荡行情，所以在震荡行情出现的三阳小顶要特别的注意，它有可能是一种衰竭信号，特别是在突破位置的附近。它的具体条件是会有连续的3根阳线，这3根阳线不一定都是上涨的，但一定是收阳线的。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的收盘价和开盘价的一个距离，也就是说它的 OC。那么开盘到收盘在 K 线上其实就是竹升的位置，那竹升它代表一天的涨跌动能，阴线就是下跌动能，阳线是上涨动能。所以连续3天收涨上涨，如果它的实体发生了缩短，那么说明它的上涨动能在短线上是有可能会不足的。而相对来讲，如果刚好在某些压力位附近，那么就很容易是一个滞涨亦或者是假突破。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第2个和第3个条件，就是3的收盘到开盘以及2的收盘到开盘，3的竹升和2的竹升，它如果是出现了缩短，那么这说明它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它的动能是减弱的。3和2的这个竹升缩短的一个幅度越明显，那么信号越强。比如说2号 K 线是个大阳线，3号 K 线是一个10日星或者说长上影线，那它又结合有一些压力位在附近，那么效果会更好。那么什么时候它会产生风险的确认？卖出的技巧就是相对偏激进的是第2天冲高而后直接卖出，保守就是设置一个移动止损或者说移动止盈，那么跌破3的低点作为止盈。好，那么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来看到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
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指的日线图了，三小顶它可能会在任何一个位置出现单边上涨、单边下跌、震荡行情都有可能。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上涨强劲的行情，往往三小顶它会被掠过去，它不会跌破它的关键支撑位。比如说之前这个低位刚启动时，它也有三小顶，不过最后它的这根 K 线是它的实体比昨天是短的连续的阳线。好，这个时候我们低点没有被跌破，那么这里就有机会是什么？依旧看涨的一个结构。价格涨着涨着，突然间实体变短了，那么它的一个低点设置防守位没有跌破，依旧持续推动。那么这一天是不是也是虽然是下跌，但它也是一个阳线，实体缩短，低点设防守，包括这一天也是低点设防守，后续没有跌破，说明这个价格依旧有机会上涨。这一天是不是也是？这一天也是低点设防守，一旦跌破，说明这个调整跟之前不一样，它这里发生了首次单边上涨以来的3天回调，又再次启动，这里是不是又是出现了一个山羊小顶的信号，一个钻石，1、2、3，第3天缩短了，所以这一天被跌破就规避它后续的回调，是不是这一个回调以及这一次回调，你用三个小顶其实都可以防得住，现在也是如此的。前面这一波是上涨，目前是一个震荡，不是单边上涨，所以股价上行补了缺口，三小顶这里跌破，回调了4天时间。那价格目前又是上涨，来到运线左侧的压力位，虽然收盘过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太强劲的过，它是三小顶，所以这个突破你可以再观察一下，最好阳线实体过半，确定突破有效，亦或者是这一天可以构成一个买入啊，但是我们的防守位要放到它的低点，一旦后续收盘跌破，那么这里还是要把它当成是假突破，是一个诱多，那么就止损离场。所以这个地方要设置一个关键的防守位，这是三小顶所告诉我们的。当前市场突破了关键压力，但是突破不强，而后有三小顶，那我们就要设置一个防守去防范后续的假突破陷阱。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观点回顾和第二部分三小顶的知识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那么照常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而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如果学习有所收获，除了点赞评论阿哲视频之外，也可以在阿哲视频底下有一个订阅按钮，可以点击订阅。那么订阅阿哲频道之后，会显示一个已订阅，说明你已经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观众了。那么很感谢大家能够首次观看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而如果您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在更新上架之后，您会第一时间得到阿哲频道的通知，那么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是3大指数的一个分析。3大指数的趋势目前如何？我们来看到这个图表。其实当前除了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三小顶之后，我们需要去小心它的一个突破是一个诱多之外，还需要去关注的是当前市场其实都出现了一些风险的一个信号。目前的道琼斯市场是一个处于紫色飘带，如果您是阿哲的频道订阅粉丝，那么这个指标您是可以去安装使用的。紫色飘带说明它处于一个上升趋势，而上升趋势的回调到飘带附近就会有所支撑。不过目前道琼斯的一个反馈是没有纳斯达克和标普那么强烈，所以它这一个回调之后，它其实是走一个运线，是吧？之前是纳指在走运线，目前是道琼斯在走运线，所以运线产生，这里只能说它有可能止跌，但并没有那么有效的止跌，因为运线它不算是一个很明确的止跌信号，运线往往需要有一个相对应的子线或者说母线的有效突破，才能够定义它的突破有效。所以当前不管是对于子线还是母线，它周五是个相对的长下影线、小 K 线，所以力度都不够，最好下周能够收一根阳线突破，那么就说明道琼斯是一个回调结束，启动上涨。反之，如果这个地方是一根阴线破，运线下沿，那么这里就说明还延续调整，还未止跌。所以道琼斯它的方向还不明确。纳斯达克指数虽然它是一个运线上破，但它的飘带是一个黄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还没有转为上升趋势。而当前除了三小顶之外，它也是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是不管个股还是指数，如果你发现你手中的股票有这种黄色 K 线，它也是上海趋势图当中所附带的一个指标。黄 K 一出现，那不管是不是有三小顶，我们都要把它的低点设一个防守，它一般意味着市场进入到一个相对强势的上涨状态，当这种强势上涨是容易物极必反的，所以一出现黄色 K 线就要设置一个防守，一旦黄 K 消失出现跌破，那么就小心调整可能要如期而至。所以一旦黄 K 产生，我们都要设置一个关注的点位，你不一定要去直接清仓，但是一旦跌破黄 K 要开始减仓。所以每次黄 K 的地方它都有机会成为一个
高概率的高点区间容易出现回调的一个状况。如果是黄色飘带的地方，那么这种黄 K 可能就是一个反弹的高点。所以我们除了三小顶的低点是防守，黄 K 低点同样这里也是个防守。一旦突破之后往下再跌落，那么这里就是诱多，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反弹高点的一个判定了，就要小心。所以这个地方买不买都行，买就相对激进一点，仓位要低一些，不买也是对的。而后等待下一根 K 线继续确定突破有效，我们再去看涨也是可以的。而标普它也是一个黄色 K 线，不过它已经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这个地方目前来讲，纳斯达克指数相对是最弱的，而后道琼斯最强，标普相对是在转势过程当中，那它会不会转势成功，我们需要根据下周的状况来去判定。当前的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是有一定的背离，这左侧的高点，标普是已经在准备突破，而纳斯达克指数很明显离得有点远，所以顶背离相对来讲一触即发。这里一旦这两个指数开始往重心下移，那就有可能是顶背离后的看跌状况，所以最好这个地方能够下周保持上涨，那么不要出现跌回的情况，不要出现黄 K 跌破的情况。如果出现，就小心风险。本周上涨可能就是一个反弹，一个诱多而已。如果您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或者说您是今天刚听了阿哲的视频而后才点订阅的新同学，如果手中还没有上海趋势图表，对于您手中的股票还不太清楚它的趋势是否有黄 K， 是否有一些机会还是风险的，都可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可以在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那是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在点击卡片找到助教后，都可以去找助教去领取一下我们订阅粉丝同学所装享的4重见面礼。这个礼物除了有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体验使用之外，还有盘前广播，阿哲每天盘前会去给大家去写的一些内容，以及内部的一些直播课程。这些内容是关于一些知识分享，内部课上专门针对订阅粉丝同学去分享去进行开讲的。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都可以去找助教去领取这4重福利。我们下周的主题盘课名字是叫趋势攻守道，从获利到落袋。那么当前市场是否在指数存在风险，或者说还未确定有效启动之前，个股如何去分析？我们在内部课上每周的周2到周5早上的10点都会讲到一些技术分析看市场的一些方法。那么下周我们会讲到一些识别抄底和识别陷阱，以及识别一些风险逃顶和主升浪的一些方法，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不管是右上角弹窗小卡片，还是我们底下的评论区置顶链接找到助教，那么都可以去报名参加。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个股解析环节。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其实当前日线上是走的比较混乱，方向不太明确。市场虽然有一波短线强势的单边的上涨反弹，但当下其实整体还是偏震荡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运线，是吧？先走了一个大阴线，再走了一个小的子线，子线当中又来了一重运线，所以整体来讲，它的内部结构是很震荡，在收敛的。当下是有一个往下跌破之后反抽向上的一个行为，但是因为它的运线还是整体在往下破的，是吧？它更像是一个反弹。所以在这个运线的子线还未上破之前，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比较临近的压力位，在这种地方哪怕有反包阳线去买入，整体的风险还是比较大，它的信号在这个地方的买入信号相对它会成功率略微降低一些，所以这根反包阳缺口回补买不买不是很重要，它还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选择。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今天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上海趋势的一个图表。其实特斯拉走到这里，它是有一个相对结构上的一个回调，它这个回调是一个中期回调，比之前这个调整更强一点。所以如果按照一个反转来讲，这里是一波上涨，这里是一波回调，回调是不创新低。这里如果能够走出一个相对的母线运线的一个上破，其实这里它还是在延续一个上涨，所以大的结构来讲是有机会出现上行的。但我们看到的是它是一个黄色飘带，以及它有一个龙门线的一个压力在这附近，又有一个明显的运线下跌，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能够有效的去突破这个母线的一个压力，整体它的趋势其实还是一个向下的。因为从周线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周线的黄色飘带，是吧？整体是一个周线的下跌，周线的黄飘带反弹，往下回撤，回撤过程当中又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如果不能够站稳这个飘带，还是继续往下跌破，那其实就有可能会往更加深幅的周线的空间去跌，这是不太好的。所以当下是走一个震荡，方向不明确，它刚好在周线的压力附近，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上破，然后我们去寻找转为紫色飘带后的一个回调买点会更好。现在这里会偏混沌一点，
哪怕这里买入，它的胜率阿哲认为它也是有点过于提前了，它会左侧了。而这一个临近的压力，除了 K 线上的指线的压力之外，还有它的龙门线是 414.051。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我们在前期出现下跌破位，来到了这个支撑位附近时，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买入信号？等一下我们可以去讲一讲。如期出现了一个上行，价格的这个上行，它是把缺口给补掉了，又来到了新的之前跌破的一个支撑，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可能转为压力？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周会不会出现快速的一个回落。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英伟达它是有一个上涨时的变盘点，这个点是这个 K 线的高点，它是怎么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说。这根 K 线它被突破了，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变盘方向是向上的，所以这里只要这个压力是过去了，其实这个变盘点我们认为它是会往上持续的去看涨，所以目前的英伟达阿哲还是保持看涨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当中看，你就会发现之前的这个买点它是一个蓝色 K 线，蓝色 K 线和黄色 K 线是反过来的。黄 K 出现时要小心设置这个止盈位了，小心这个风险会出现了。蓝 K 出现时，我们要注意这个是否是一个支撑，如果是支撑，它是一个超低的信号，容易出现止跌。所以蓝 K 产生的位置如果有支撑，我们说这个地方出现突破反包了，你设置一个止损，可以看一波反弹，因为它是黄飘带，看到反弹。而目前反弹过程当中，它还在持续的推高，而且缺口是没有太明显的压力，价格回落一根之后快速的突破，这里我们就可以把黄 K 低点设置一个防守。当然这个地方是偏右侧的，如果你看到这里有相对的重心下移了，开始衰竭了，那么你也可以把之前的买入去减一部分仓位，但不用全减，因为当前它的趋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周线上是一个蓝色 K 线，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周线的蓝 K 影响范围就更广。周线蓝 K 出现了，突破了，我们说明周线的低点会出现，周线低点一旦出现，它影响的级别可能就更大了。所以目前是有一个紫色飘带，它是个蓝 K， 又有一个反包突破，所以英伟达在周线上是止跌启动，那么日线上大概率这个飘带它就会转为紫色飘带，所以当下趋势整体英伟达是 OK 的。它的大的支撑，中线以上的止跌支撑是这个龙门线的支撑 192.237。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比特币以及以太坊。比特币和以太坊方面，价格目前是一个维持日线的顶背离，就跟这个纳指和标普有点相似，它的顶背离目前还在保持，不过整体价格的震荡在这个顶背离当中它没有影响特别大，因为它的运线，因为不管是以太坊还是比特币，它都还是保持一个震荡的，这个运线它没有出现突破还是跌破，当前还在这个运线之内震荡。如果在顶背离之后它的运线不跌破而是往上突破，那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位置它是选择顶背离修复，那么市场就有机会继续往上加速上涨。所以它也可以定义，如果这个以太坊能够向上突破，是吧？比特币向上突破，运线构成上破，那么这里其实可以构成一个上涨回调再次的启动看涨点。当然这里要先突破，目前还没有突破。如果跌破的话就要小心，维持顶背离运线下破，那么这里可能要去试探一下前低的一个支撑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扩位，扩位也是在一个蓝 K 后出现的一个反弹，扩位当中它整体是一个震荡的行情，所以黄 K 的高点提醒和蓝 K 的一个反弹提醒大体是很 OK 的，所以包括最近的蓝 K 是吧也出现一个反弹。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手中股票目前处于超跌还是超买，亦或者是上行趋势还是下跌趋势，在安装上海趋势图之后都可以去好好看看。如果是订阅阿哲频道之后还没有安装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助教去安装上海趋势图。那么当前这个地方就还是一个反弹的目标，一般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飘带，所以目前它又有黄飘带又有龙门线的压力，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顶分型，其实这个地方就应该要降低仓位了。虽然我们认为蓝 K 突破之后是看涨的，目前没有什么利润，正常我们应该以低点做止损去防守，它不给利润我们就等它打止损，然后就认为这个交易失败了就行。而目前它是缺口回补之后走回落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保本方面我们就可以降低仓位，有所去离场一部分，因为它当前这个地方指数又有点背离，是吧？所以整体它表现是不上强的，所以黄色飘带之下的反弹参不参与都行，如果已经买入参与的这个地方就要设置一些防守位啊，或者说仓位要求降低，而后再重新往上，如果能突破这个飘带的下沿和龙门线，我们再继续往上看涨，持有剩余的仓位即可。当然它这个地方整体来讲不算很强，因为缺口回补之后快速跌落了。周线上来讲就还行，因为周线它是一个价格下跌过程当中在飘带附近的蓝色 K 线，但它的消失，蓝 K 没消失说明它还是一个下跌过程，只有蓝 K 消失才能够像我们所看到的
英伟达等一众个股是吧出现这个周线的止跌，它还没消失，所以最好是能够等待这个周线的蓝 K 消失，再找日线买点。目前周线蓝 K 没消失之前，说明它还维持周线的下跌，所以就有一定的风险性。压力是在 93.309。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谷歌，就跟英伟达类似，它属于周线也是属于止跌的，但它周线没有蓝 K， 周线是一个正常的下跌回落。止跌之后价格虽然上行，但是它没有仿包阳，所以它的止跌力度也是不如英伟达以及我们后续会讲的一些其他个股。整体来讲属于止跌过程当中不是很明确，它在震荡，本周没有完全收上去，如果收上去就算是止跌有效了，所以周线当前是有点徘徊震荡，不太明确。在日线上是出现了黄 K 跌破，黄 K 跌破则看回落，回落时飘带没有破，那么这里当做是一个支撑。如果周线有止跌预期，有支撑位附近，那么这里日线再出现运线上破，是吧？飘带站稳就可以去博弈它的日线走止飘带上行，那个时候可以做成回调买点。当前是一个蓝 K 仿包突破，黄 K 跌破看回调，是吧？这里是一个短线的结束，短线反弹就做到这。就跟之前蓝 K 突破黄 K 风险是吧？当时这里是一个保本交易，那么这里是一个有盈利的短线交易。我们再看它是否能够再次出现低点上涨。下一只个股来看到微软是不是也是龙门线向下，飘带向下，所以趋势一眼过去就是一个空方趋势，日线上是空方趋势，周线上也是黄飘带，也是空方，所以微软它是黄飘带在周线上下穿了龙门线，所以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强压力，哪怕它出现了连续引线，而后有所反弹，是吧？但我们还是认为它这里相对来讲是一个强压力区，大概是404附近。所以从一个白色 K 线突破仿包，它跟蓝 K 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仿包，哪怕是逆势蓝 K 突破买入，跌破就止损，是吧？逆势当中出现白 K 突破，那就买入，那么反弹黄 K 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笔有所利润的反弹行情。那么现在黄 K 跌破，飘带这里相对的有所支撑，就跟谷歌有点类似，但因为考虑到它整体上方是有一个周线的强压力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减仓，而后重新站上飘带，再考虑去短线买入。当然只是短线，因为它周线上还是不太好看的，周线的趋势目前来讲还是偏弱一点。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等它周线走好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MSTR 就更不用说了，整体来讲是强势的一个单边下跌，而且是中长线、短线都很强势下跌。这个时候白 K 双突破之后能够看一波上行，但整体来讲看到飘带附近，认为这种强力下跌的股票，第一波做到飘带附近已经是不算差的了。看到周线就是更强力的一个下跌了，是吧？整体来讲，它的一个周线是空方，日线是空方，龙门线也跌破了。目前有一个超跌反弹需求，因为它是走了一个运线。这3周是吧？先是一个白 K， 这是一个蓝 K， 它是连续有这种运线结构，而后止线如果能够周线上破，那么可以看一个周线的反弹飘带啊，那个时候它的反弹空间在日线就会扩大，因为它的周线的飘带下沿是 133.717， 133.717其实就是龙门线之下这附近，左边这个高点大概就是这附近是周线的压力，所以如果它能够过飘带，那么就可以看下一个压力是过左侧高点。飘在这里其实目前已经有顶分型，如果这个高点都不能过，那么就容易继续探低点，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做第一次的止盈，往上如果走出阳线突破，那么第二次短线就可以往左边高点去看。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这口当前是出现了一个跳空，但是是冲高回落的一个阴线，飘带还没有过，所以整体来讲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看法，如果可以你等它破飘带后再去寻找回踩止跌的机会更好。而如果它不破飘带，是吧？甚至连左边高点都不破，整体走一个单边的很强势的下跌，这种情况下其实抄底买入、反包阳线等等的就很难去止跌啊。周线上它是一个连续的蓝色 K 线，周线的蓝 K 如果能够消失，它容易出现反弹，是吧？但是它要消失先，目前还没有消失，所以止跌力度在日线上也还是不够的。下周再看一下会不会消失。我们来看到礼来之前是出现了一个紫色 K 线上涨，是吧？它因为是紫飘带蓝 K。所以它是一个属于趋势的上行回调低点，它就不是一个反弹。那么价格来到黄 K 附近，哪怕是一个趋势上涨也要小心，特别是远离飘带有加速之后，这个黄 K 跌破了，那我们认为它也是会容易回调的。当前已经调到这个飘带了，所以正常如果是一个黄 K 线止飘带，它的调整第一个目标就是止飘带。好，调到止飘带，这里如果能够止跌反波阳线，那么就可以看涨。当前还在调整，所以没有止跌阳线之前，我们先不做回调买入，而是做观察，去观察这个趋势上涨时是否有回调买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AMD 还是保持混乱，它有一个缺口出现了，所以这个地方连续向下跳再向上跳，
所以这里属于飘带，认为止跌有效，股价我们认为它还是趋势保持飘带上的一个上涨。因为如果您是持有手中个股，而后整体成本是较低的，你可以用飘带去跟踪，目前是还没有跌破过飘带，整体还可以。而如果你是做短线，这里构成缺口上行时的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它也属于震荡当中的一个缺口，所以这个买点其实可靠性不是很大，只能说是顺势的一个交易机会。周线上还是保持一个黄 K 之后的向上推进，它已经是走过了一个单边强势行情，目前是有一点缓慢，趋势是滞涨的，趋势它是开始有一个冲高回落，不断的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虽然在日线上没有大跌，但是在趋势上左侧肯定是处于衰竭阶段，所以只能做日线的短线看涨，或者说整体大的波段你做持股也行，但是没有必要在这种加太多仓位，因为它这里有可能是一个趋势衰竭的地方。现在个股来看到，英特尔是一个蓝 K 的跳空向上，在昨天又出现跳空向下，这个缺口连续的产生不是说特别好，它这里如果继续往下跳，而不是去回补这个缺口，就出现一个倒型的小反转了。它上方这个缺口没有出现完全回补，再往下跳空一个缺口，所以这个地方空方比较强势，它的飘带转为黄色，所以整体来讲，英特尔一个还是维持中期回调。中期回调飘带虽然有触及，但是它没有周线的止跌，那么就说明中期回调可能还在延续，就不要在中期回调时去随便的做短线交易，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还保持一个回调的力度，或者说震荡，周线上还等待确认止跌。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APP 是一个紫色飘带的回调，回调过程当中出现了止跌的阳线在飘带附近出现之后，它的买点我们说最好是反包阳线，当下从高点回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相对标准的反包阳线，最好在下周出现再去买，当下还是一个回调，黄色飘带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龙门线向下的一个过程，有一定可能转为空方趋势，但目前还是有紫飘带的支撑，这里能够收上去站到飘带和龙门线之上，我们再去看是否能够突破左高，延续之前的一个上行。那龙门线在 521.673， 这是一个压力位。下一只个股来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它也是出现了一个跳空向下缺口，在往上跳空，目前的缺口还是多方占优，回补之后有这个 ARK 线，这里还是认为它还准备往这个飘带去运行，看这个压力，飘带的短线压力它是 213.68， 有机会还依据往上看反弹。周线是一个回调，回调时影线变长，那本周是一个长下影线，下周如果能够出现价格的收阳，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中期回调，日线找买点的地方。那个地方正常来讲应该是突破了飘带，往下的调整去寻找这个机会，所以可以看一下下周这个飘带的压力表现，如果很强，那就先不要动；如果能够突破，那么后续找再次的周线买点。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的话，它在突破了飘带之后，股价回踩了一下这个紫色飘带，而后出现加速上涨。不过这个买点不好买，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日线回调，它是直接日内就低开，大幅低开，然后止跌就冲上去了。所以如果不是这一天去反包追涨，那其实这个买点是不好去参与的。所以这个有点考验这个交易技术了。不过整体的逻辑就还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股价突破了飘带，回踩转为紫色飘带，然后启动，只是它没有在日线上完成，它在日内直接低开，然后走出直接启动，然后直接加速，是吧？所以这个买点不好参与，但在趋势上是逻辑是一样的，突破回踩然后启动。目前突破了一个龙门线2天的话，一般就是到了一个空方趋势下的一个压力节点，龙门线突破2根基本上就是容易衰竭，是吧？2根 K 线，所以这里呢是一个防守，跌破之后又是黄 K， 就看价格的下跌，就容易是一个相对牛市趋势的一个高点的形成。如果这个低点能够守住，重新再突破，那我们可以认为后面龙门线往上撬动的概率会比较大，趋势呢在此处就会走强了。所以这个地方作为节点，又是左高，所以又是2天突破。如果这里继续走弱，那可能是一个空方往下看的一个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RKLB 呢是在龙门线再次回踩蓝色 K 线，之前这个蓝 K 突破之后有这个影线上穿这个我们的飘带，所以价格呢这里是一个回落，回落时呢有2个跳空缺口，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个倒型。价格走势如果未来不能回补这个向下跳空，那么这个风险可能就是要破飘带了，就是要破这个龙门线了。所以这里又出现了蓝 K， 如果又有反包可以再次看涨，看涨时走到这个缺口能够回补，那就还 OK。它的位置周线上依旧R是看好的，因为周线是一个进入到蓝 K 了。我们说之前在紫飘带的蓝 K 是吧，这些位置在 RKLB 上都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所以这里如果能够出现蓝 K 消失，那么周线又在紫飘带附近不出现明显的大破位，
那其实日线这里就有机会跟之前一样是大行情的启动点，所以中期来看这里还是不错的，可以继续跟踪，继续关注。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话，价格就还是跟 AMD 类似，就是整体是看涨，因为它的飘带是上行的，但它这里已经开始破飘带了。破飘带就是看2根，破1根，破2根，所以这里呢作为一个支撑，如果这里出现阴线跌破，那么趋势就会走弱，所以这里的这些低点不能被破，再破1根，其实趋势就变了，飘带大概率会转为日线的一个黄飘带。从周线来看呢，就是冲高回落，也是不让冲高回落，这种动作就说明这个上方是有压力、有抛压，那么容易出现什么？一边当边上涨之后的周线回调，所以这种地方不太建议去参与，这个除非有很明显的转势，否则这个地方它不是很明确了。现在是个股来看到 PLTR 还是维持一个上破，不过它跟这个 APP 有点类似，也是上破之后回调，飘带没有去快速跌破，但是也出现冲高回落的这种阴线，不是很好，不是一个有效止跌。如果能够反包阳线出现，那么这里可以看飘带的转为止带，然后向上推动去看龙门线。如果这里不能有反包阳线，而是继续下破，那么就说明它还是一个反弹高点，因为它的黄 K 已经跌破了。从周线来看，也是一个风险的一个地方，冲高回落一个长上影线，然后是一个黄飘带，所以 PLTR 这个地方不止跌，那么其实就到了这个反弹高点就差不多了。然后下一个股票是美光，美光的话，它走势是一个反弹。是吧？有一个缺口出现，也是一个回踩，所以这个地方依旧往上，跟这个半导体上面做多的趋势是一样的。看对于飘带的突破，所以周线上来看，它是不是也是回调？不过它没有调到位，就它没有调到这个缺口，还有这个飘带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再深调可能会更好。目前这个飘带是 813.451，当然它也不一定非要调到这里，它走震荡也行。所以整体来讲，美光的话，它就是也能够看继续反弹，因为缺口有支撑嘛，只是它的力度整体比3倍半导体做多，我们说那个可能会更加漂亮一点。好，而这个飘带在日线的压力是1040.614。现在这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就维持跟谷歌、英伟达等个股一致的看法，就周线是一个不错的位置，然后日线找到左侧买点之后，等待右侧加仓点。目前其实右侧可以把这根 K 线作为继续的看涨。飘带呢应该转为紫色了，所以这个地方会转为一个支撑。那么后续我们可以跟踪它的周线回调止跌点，因为它的周线是吧也出现了这个止跌信号，蓝 K 消失反包，所以日线呢寻找买点啊，并且它已经给过很多次这种买入信号了，所以依旧看涨。飘带是在240.951，以及呢龙门线235.192作为这个支撑位。现在这个股来看到 AOI 的话。整体的趋势在周线上依旧保持蓝 K， 只是影线变长，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关注下周有机会在前边的这种密集筹码区域和龙门线附近出现止跌的反馈。当然比它更快的是我们等下一支要讲的个股，日线上它表现的是不强势，它的止跌还不强，只是震荡，所以最好等多1周再看看有没有强烈的阳线出现。像 LIT 就出现了，它呢偏提前一点是吧？强势的跳空上涨一根阳线，然后运线上破，周线是蓝 K 消失，蓝 K 消失把蓝 K 低点设防守，你其实可以作为买点，你当然也可以等它突破蓝 K， 蓝 K 消失其实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低点的地方，可以设置一个防守位，然后日线差不多就是 680.43 嘛这个地方，所以这一波上行把缺口作为支撑。后续价格我们认为它能够破飘带，基本上周线确定止跌，日线找后续买点即可。这个地方还是属于左侧，这个买点其实还是左侧的，而且突然的加速这种买点其实也不好买，所以可以等待后续突破飘带之后去寻找买点。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NBIS 呢，它属于蓝色 K 线的反包突破，然后看涨，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飘带，还没碰到。然后我们的防守位就是这个地方的蓝 K 低点前低的地方作为一个防守，往上看第一个目标看到236.755，以及呢250.395，它这是一个蓝 K 突破。从周线来看，它也是回调到了一个这个飘带这里，所以有一个长线影线，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认为它的止跌依旧是有机会的。所以日线有买点，周线有止跌，那么这里就作为第一次左侧买入，跟英伟达类似，往上突破之后再去找右侧的这个买点。那么以上就是7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行情内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